今天是《智能简史》这本书的第2讲，这一讲我们说说有智能以来的进化史上的第一次突破，那就是在 5.51 亿年前第一个大脑的出现。你可能觉得那个大脑必定是非常简陋的，可能还没多少功能，但恰恰相反，那个大脑的主人是现今所有有大脑的动物的祖先，甚至我们的主要身体结构，连大脑的基本功能都跟它没有本质的不同。我很怀疑进化是一出手就发现了最优解。那个大脑这么厉害，是因为它需要解决跟我们现在相同的问题，那就是出去找吃的。上一讲我们说了珊瑚虫，它获得食物的方法是守株待兔，只要会反射性的捕捉食物就可以，真不需要太多智能。而如果你要主动移动，你就得知道怎么前往食物的地点，怎么远离危险，问题可就多了。最早的单细胞生物倒是有这个能力，会游向食物，也会远离危险的化学物质，靠自带的蛋白质推进器就行。但是多细胞的生物，身体各个部位有不同的功能，你怎么协调和判断呢？最早的大脑结构虽然简单，但是整个设计思想却是极为深刻。当然我们不应该说设计，一切都是自然演化的结果，但你会赞叹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你注意到了吗？几乎所有动物的身体都是左右对称的，学名叫两侧对称动物，它们占了地球动物总量的 99%， 剩下的那 1%， 像珊瑚虫、海星、水母这些则具有中心旋爪对称性，叫辐射对称动物。那我们要问，这两种体型有什么讲究吗？你绝对不想当辐射对称动物，它们都没有大脑，而且智力还是去中心化分布的。关键是它们的消化系统只有一个台口，所以吃东西和排泄都从这里走。最早的动物出现在距今6亿年前，都是辐射对称的。到 5.5 亿年前才演化出了第一个两侧对称动物。现在地球上所有的两侧对称动物都是它的后代，包括我们在内。这第一个两侧对称动物是个线虫，它的样子跟今天的线虫差不多，像个特别小的泥鳅。它有大脑，有肌肉，有胃，有嘴，而且有屁股。食物从嘴进去，从屁股出来，那可真是引领了当时动物界的文明神火。人脑有850亿个神经元，而线虫的大脑只有几百个神经元。线虫还没有视觉，寻找食物只能靠嗅觉。但即使是这样，线虫已经能做非常了不起的事情。你做个简单实验，立即就能看出来它有智能。这个实验是这样的，把线虫放到一个培养皿里，培养皿的某个角落有一小块食物。你会发现线虫绝不是做随机游走运动，它绕来绕去，很快就能顺着气味把食物给找到。这个移动力首先跟身体的两侧对称性有关系。辐射对称动物要向食物移动，必须在身体的每个方向都装上探测装置和运动装置，这很不值得。而两侧对称动物只要会向前走，再加上左右转向的功能，就可以去任何地方。今天我们所有的交通工具，从自行车、飞机到扫地机器人，都是采用两侧对称设计，这就是最好的方案。有了移动力还不够，要想趋利避害，线虫还必须掌握3个最基本的能力。第一个能力是，你得会判断好坏。食物是好的，高温、异味和强光是坏的。可是线虫是怎么知道的呢？这个机制是在神经元层面实现的。好东西会激活正价神经元，坏东西会激活负价神经元。神经元对信息发起了投票，如果激活的正价神经元多于负价的神经元，就说明前进方向是正确的，否则就有必要转向或者逃跑。第二个能力是，你得会权衡。负责探测食物的神经元明确表示前方有食物，但是负责探测危险的神经元又说那里有危险的味道，那你是去还是不去呢？这是2个不同维度的事情，不能直接做加减法。生活真是充满了 trade-off。 这就是为什么线虫需要一个大脑，大脑会把各方面的信息整合起来做一个权衡。你不能别人怎么刺激就怎么反应，这个事儿到底是利益大于危险，还是危险大于利益，你得权衡一番。为此你还需要第3个能力，那就是对自身状态的了解。比如说你现在是饱还是饿。如果你现在比较饱，那个地方哪怕食物再多，只要有危险也就不去了。而如果你很饿，那就值得冒险。饱和饿的信号是身体通过释放一些化学神经物质传输的，全网广播，供大脑参考。
其实具备这些能力就能制造一个扫地机器人，灰尘就如同食物，撞墙就如同遇到危险，电量低就是饿了。但是线虫比现在任何扫地机器人都聪明。线虫居然有一种学习能力，叫做联想学习，说白了就是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。如果你每次喂狗之前都摇下铃，狗就会把铃声和食物联系在一起，下次你要是只摇铃没给吃的，它也会流口水。这是一种非自愿的联想，也就是你想不学都不行，你想消除这个记忆都消除不了。在实验室里，你每次播放一个什么声音就电击一下受试者的手，那么几次之后，一播放这个声音，受试者就会不由自主地把手往回缩，意志力在这里没有用。这就是为什么从战场上下来的士兵听到巨响就会蹲下躲避。就算你把老鼠的大脑给切除了，它的身体该反射还是会反射。联想学习是一种直接在神经元层面进行的学习，但是辐射对称动物经过了6亿年的演化都没掌握。这种能力是我们两侧对称动物独有的，这是因为我们面对的环境更复杂多变，我们必须参考更多的线索。哪怕是线虫，联想学习的能力也有极高的水平。比如一段时间内，线虫经常在盐的附近发现食物，它就会把盐和食物联系在一起，这就是习得。过段时间，环境变了，盐附近没有食物了，线虫对盐的反射就会减弱，这叫消退。再过一段时间，又在盐的附近又发现食物了，线虫会迅速重新建立联系，这叫自发恢复。线虫还知道，最有用的线索往往距离得到奖励的时间比较近。如果现场有多个线索，它会选择信号最强的优先去学习。如果有一个刺激，不管有没有奖励总是出现，它就会把它标记为背景噪音。而且一旦发现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线索，线虫就会忽略其他的线索，因为没必要再考虑它们。这本书的作者班尼特特别强调说，这是一种持续的学习。线虫从未停止训练，因为环境始终都在变。对比之下，我们今天所有的 AI 模型都有个训练截止日期，比如你好不容易练制一个自动驾驶 AI， 明天政府突然宣布改成左侧通行了，它就会无所适从。线虫大脑最让我震惊的能力是，它有情感。比如你观察一个线虫，你会发现当它吃饱了的时候，它会游动得很慢，好像心情挺愉快，但如果它感到威胁，它又会游动得很快，好像又很害怕。这些愉快和害怕就是情感。听到这，你立即就会抗议说，这些只是它的行为而已吧，这就是对外界刺激做出的有效反应啊，你凭什么说其中有情感呢？当然，我们不相信线虫有意识的情感，因为意识太高级了。但我们的确可以说线虫有情感。情感和只是对刺激做反应的区别是，情感会在刺激消失之后仍然持续一段时间。比如有个捕食者来抓线虫，线虫立即逃跑，你可以说这只是对刺激的反应，但捕食者很快就走远了，可这个线虫还是惊慌失措，而且还在逃跑，这怎么解释呢？在一些科学家眼中，这就是情感状态，线虫正在被恐惧的情感所笼罩。为什么进化要给线虫情感呢？这种行为难道不是多余的吗？其实情感很有用，这是因为自然环境中总是有各种不确定性。就拿恐惧来说，遇到第一个捕食者，你不但应该感觉到这个捕食者的威胁，而且应该感觉到这个环境就有问题。如果你是处在一个危险的环境之中，那么表面上那个捕食者是走了，可是再有别的捕食者来，那怎么办？所以你应该保持一段时间的警觉，这就是情感的作用。发现第一口食物，线虫不但应该吃掉它，而且应该感到高兴，这是因为有一就有二，高兴情绪能让它卖力地在附近多找一会儿。这就好像扫地机器人如果遇到一片灰尘比较多的地方，就应该在那里多转一会儿，假设附近会有更多的灰尘。情感能让我们的行为更有持续性。我们说线虫有情感，还因为它大脑里有多巴胺和血清素。我们知道多巴胺的作用是刺激动物想要什么东西，并且提供动力去追逐奖励，而血清素则给动物提供满足感，让它感觉很享受很愉悦，可以暂时停止追逐了。附近如果有食物，多巴胺会让饥饿的线虫立即大吃特吃，甚至吃过量，终于吃饱了，血清素又会让线虫安定下来。这些怎么就不是情感呢？更厉害的是，线虫还会抑郁，这跟对压力的反应有关。
遇到一个捕食者，这就是一种急性压力，线虫会立即进入战斗或逃跑状态，它的大脑会分泌肾上腺素等激素。是的，线虫有这些人也有的激素，这些激素给肌肉提供更多能量，把比如说生殖、免疫这些耗费能量的身体功能暂停，并且释放一些阿片类物质来止疼。等威胁彻底过去了，线虫需要先进入恢复状态，它会大吃一顿，多睡一会儿，继续止疼和关闭生殖功能，然后才能重新回归正常状态。进化把这一切设定的都挺好，威胁感有时候会迟迟不去，那么线虫就会进入慢性压力状态。研究者可以在实验室通过不断刺激线虫30分钟，模拟这个状态。线虫应对慢性压力的方法跟急性压力是相似的，只有一个关键区别，那就是它同时还会分泌不少血清素，血清素会让线虫躺平。简单说，线虫麻木了，也可以说是习得性无助了。这就是最基础的抑郁症。进化这么安排也是有道理的，因为如果周围有持续的威胁，自己乱跑乱动似乎更危险，那还不如装死不动，也许过一段时间威胁就过去了。只是这个机制一直传承到人类社会才出了问题。我们所面临的日常压力与生死无关，我们不需要战斗，也不需要逃跑，压力情感只是扰乱了我们的身体机能。如果赶上慢性压力直接麻木，那就是抑郁症。当然，你可以用调节激素的办法应对抑郁症，但总归你很难战胜进化的设定。线虫的智能就是我们作为动物的底色。以下这些行为逻辑，我们还以为很高大上，殊不知只要是个两侧对称动物，只要有个脑子，就都会做。第一，趋利避害，但不能只知道向前，得会调整方向。第二，整合信息，权衡多方意见，再做决定。第三，持续学习，不能固步自封。第四，行为要体现情感，讲个一贯性，不能没心没肺。也许这就是生而为动物在世上存活的底层逻辑，这也是5.5亿年进化验证的最佳策略。